嗨，欢迎来到扭转乾坤，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。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。前一支影片我们做了一支教大家如何分析银行股的影片，因为看见大家都对 CIMB Bank 很有兴趣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做 CIMB Bank 和Hong Leong Bank 的业绩分析影片，看看哪一家银行复苏的更快，和哪一家是最值得投资的。开始前，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，并打开小铃铛哦。这些影片会收到一些之前影片所教的东西哦，还没看之前那支影片的朋友，记得之后回去补看。那么开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了解 CIMB Bank 的结构。他们的银行总共可以分为4个区块，分别是 Consumer Banking 消费者银行，也就是普通我们去开私人户口的银行，然后是 Commercial Banking 商业银行，也就是做生意用的户口，还有就是 Wholesale Banking 它包括了投资银行，帮助企业上市集资的 Corporate Banking 等等。最后就是他们的 Joint Venture 和 Group Funding。了解了这些，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。首先 CIMB Bank 这个季度的总收入是 4.5 个 billion， 比上个季度增长了 0.6 个 billion， 也就是 13%， 但是盈利却比上个季度下滑了 82.7 个 million， 共盈利了 194.4 个 million， 而且盈利率 Profit Margin 也从上个季度的 7.2% 下滑至了 4.4%。 那么我们就来一探究竟背后的原因。我们在 CIMB Bank 的季报中可以看到他们的 Loan Loss Provision or Expected Credit Losses， 也就是预测的烂账储备金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银行预测客户无法偿还的债务的储备金，是 1.5 个 billion， 比去年的同个季度的 0.4 billion 高出了3倍。那么要知道这些烂账储备金会不会对股价造成影响，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烂账都来自哪里。之前说了 CIMB Bank 的4个区块，那么哪个区块是亏钱的呢？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在这9个月唯一税前亏损的就是 Commercial Banking 商业银行，共亏了 7%， 而这个季度商业银行的预计烂账也比盈利多了92个 million。 此外，其他的区块的银行的烂账也并没有表现得很好，这也是导致亏损的原因。其次，还有一个让人担忧的事情，那就是 CIMB 的资产质量 Asset Quality。 简单来说，就是他们借出去的贷款的质量。我们可以看到汽油板块的总贷款在 CIMB 的贷款中占了 2.3%， 而在这 2.3% 中有 38% 是 Impaired Loan， 也就是说这 38% 的贷款被列为减值贷款。虽然 2.3% 听起来很少，但是银行的资产都是很庞大的，处理不完善的话将可能导致他们面临亏损。此外，这次 CIMB Bank 的 Net Non-Interest Income 非利息收入也比去年同个季度下滑了3倍，从去年的 1.5 billion 减少到了464个 million。 那么说完了小编对 CIMB Bank 的担忧，我们就来看看 CIMB Bank 这个季度有哪一些好的方面吧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现金流在这个季度是有增长的，是从去年的32个 billion 增长到了38个 billion。 资产 asset 方面也是有在增长，从去年的573个 billion 增长到了600个 billion。 而 CIMB Bank 的 Net Interest Margin 是位居各大银行榜首的，净利差高达 2.31%， 比银行的平均值 1.93% 高出了 0.37%。 CIMB Bank 集团在他们的未来展望中有写到，他们会觉得接下来还是会面临新冠肺炎所带来的挑战，他们将专注于通过救济措施和援助来扶持受影响的弱势群体，同时管理层将会把风险管理和运营置于优先地位，并且在这种环境下继续发展数码化。此外，集团有提到预计贷款增长仍将相对疲软，而且烂账储备金也将在未来1年保持高水平。那么 CIMB Bank 小编就会暂时说到这里，之后说了 Hong Leong Bank， 小编再用他们做比较分析，看看哪一间会更值得入手。Hong Leong Bank 在这个季度的表现可谓是非常亮眼，算得上是马股第一个先复苏的银行。至于背后的原因，等下我们再来说明。现在就先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业绩。这个季度的收入是 1.3 个 billion， 比上个季度的 1.2 个 billion 增长了 0.1 个 billion， 而盈利也从上个季度的 569.4 个 million 增长到了 728.9 个 million， 增加了 26.7%。此外 Profit Margin
盈利率也从 47.6% 上涨至了 54%， 在疫情下有如此漂亮的成绩，可谓非常厉害。那么这个业绩背后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？首先要归功于Hong Leong Bank 在中国持股18% 的 BOC Bank of 成都银行，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疫情下最早复苏的国家，而且中国的 GDP 也在第3季度成长了 4.9%， 所以 Hong Leong Bank 是唯一一间持股中国银行的马来西亚银行，自然的可以从中获利。不仅如此，成都银行的表现也非常亮眼，达到盈利年度增长 5%， ROE 净资产回报率高达 15.1%， 而且贷出去的款项也比去年增加了 21%， 所以有投行预测未来一年成都银行对 Hong Leong Bank 的盈利贡献将再提升 10%。 此外Hong Leong Bank 也成功把他们的 Net Interest Margin 回升到了 2%， 也就是接近疫情前的 2.04%，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表现。而且 Hong Leong Bank 的预计烂账也没有其他马股银行那么多，这就得归功于 Hong Leong Bank 的高质量资产。之后 Hong Leong Bank 6.8% 的总贷款成长率 Gross Loan Growth 也是很稳定，而且比马来西亚银行平均的 4.4% 高。既然小编我把 Hong Leong Bank 说的那么好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可以买了呢？且慢， Hong Leong Bank 虽然好，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它的股价也没有等我们就已经先跑了。可以看到投行平均给出的目标价是18令吉70仙，而现在的股价也已经接近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会用上集教大家的方法来简单的评估一下 CIMB Bank 和 Hong Leong Bank。首先我们来看 Net Interest Margin 净利差，我们可以看到 CIMB Bank 的净利差是在 2.31%， 而 Hong Leong Bank 的是在 2%， 这也是为什么 CIMB Bank 的收入会比 Hong Leong Bank 的高。但是当然银行的规模也会影响他们的收入。那么为什么高收入的 CIMB Bank 的盈利却那么少呢？这个我们就要看他们的 Gross Impaired Loan Ratio 减值资产比。我们可以看到 CIMB Bank 的减值资产比在这个季度是 3.4%， 而 Hong Leong Bank 的只有 0.4%， 相差了7倍之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 CIMB 赚少了那么多的原因。之后我们也来看看 CIMB Bank 和 Hong Leong Bank 的 ROE 与 ROA， 不知道是什么的朋友可以到之前的影片了解。我们可以看到 CIMB Bank 的 ROE 和 ROA 分别是3和 0.3%， 而 Hong Leong Bank 的分别是 9.4% 和 1.2%。 这也证明了 Hong Leong Bank 比 CIMB Bank 更完善的运用了他们的资源。那么到底哪一家会更值得投资呢？小编个人觉得，如果非要投资在银行股的话， Hong Leong Bank 的优势已经体现在它的价钱上了。而反观 CIMB Bank 由于业绩差劲，价钱低，所以潜能会比较高，但是前提是要它接下来的表现有进步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CIMB Bank 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烂账比较多。相信未来经济复苏之后，烂账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改善。那么在这里小编也做了一个分析图表，里面记录了所有马来西亚银行的分析数据。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 like 这支影片，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page，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的 Pin Message 里索取这份文件，这是完全免费的哦。下一期小编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其他银行股业绩的分析，包括老虎头和一直留言最多的银行股，所以大家可以在下面踊跃留言你们想要小编分析的银行股哦，请敬请期待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